你爸的门窗店欠我8万，现在老板换成你了，这钱你今天必须给。8万？嫌多？你们店给我家装的窗户，半年不到就漏水，墙泡了，地板鼓了，柜子也受潮了，合同、照片、维修票都在这儿，8万我还没多算。你确定这8万全是我们店造成的？你少跟我绕，店名是你们的，章是你们的，安装的人也是你们店里的。你爸退休了，你现在接店，这账不找你找谁？小王，有话慢慢说，别一进门就这么大火气。刘师傅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单是你负责的，损失也是你上门看过的。你昨天还说店里会给我一个交代，现在新老板坐这儿，他不会想不认吧？小远，这件事我本来想等你熟悉几天再说。王老板家里的损失我确实去看过，情况不轻，咱们做生意不能让客户吃亏，该解决还是得解决。刘叔，你也觉得这8万该赔？责任在咱们店，拖着也没用。你刚接手，先把老客户安抚好，钱的事儿以后再慢慢周转。听见没有？刘师傅都认了，你爸以前做生意痛快，你别刚坐上老板的位置就先学会赖账。8万可以赔，这才像个做生意的。今天把钱转了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。不过赔哪一笔得先说清楚。照片和票都在这儿，还有什么说不清？你说墙面、地板、柜子都是窗户漏水泡坏的？当然，不然我闲着没事重新装修。刘叔，你上门看过，也确认过，窗框周围有水印，地板也起鼓了，8、9不离10就是漏水造成的。也就是说，这几笔损失是真的，原因你们也已经确认了。对，该说的都说了，赶紧转钱。这套窗是哪天装完的？5月26号。当天你验收了？验了，刚装的时候看着没问题，后来下雨才漏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那你这张地板更换票为什么是5月18号？5月18号，你家已经因为进水更换过一次地板。5月26号，我们店才去装窗。王老板，这块地板是被一扇还没装上去的窗泡坏的？装修公司开的票，日期写错很正常。干活的人一天跑那么多家，谁还能把日子记得那么准？这张墙面重新粉刷的票是5月21号，柜子受潮维修5月24号。你刚才说8万损失全是这套窗造成的，可3笔最大的费用都发生在我们装窗以前。我拿错票了，家里装修票那么多，混进来几张有什么奇怪？现在漏水总是真的吧？漏水是真的，维修也可以安排。可你刚才让我今天必须赔8万的时候，没说自己拿错了。就算这几张票不对，我家现在也有损失。你们店装的东西出了问题，还想1分钱不出？该修的修，该换的换，真是我们造成的损失，少1分都不行。但这8万今天不能给。你刚才明明说可以赔。我说该我们赔的可以赔，可没说别人装进文件袋里的也得赔。刘师傅，这事儿可是你答应的，你亲口说店里会赔8万，现在他一回来就翻脸，这算什么？刘叔，你答应过8万，当时王老板情绪很大，我只是先把人稳住，做生意不能把关系闹僵，钱最后赔多少还得再谈。你上门确认损失的时候看过这些票吗？票太多，我当时没仔细看日期，没看日期没合原因，就替店里答应8万。小远，你刚回来，不懂镇上的生意怎么做。王老板认识的人多，真让他出去说咱们装的窗漏水还不管，以后谁还敢来店里下单？所以先把店里的账盖上，再慢慢查。你这是怀疑我？我刚接店，问清楚以前的钱是怎么答应出去的，很正常。行，你有本事就查，窗户漏水的事你躲不掉，8万我早晚得拿回来。下次过来，把漏水当天的原始照片、实际付款记录和正确的维修票带齐，别再拿装窗以前的账。你爸信我，才把店里的章和订单交给我。你刚回来，最好别把谁都当外人。刘叔，王海家这份原始订单呢？资料太多，我晚点找出来给你。不用晚点，8万你都替店里答应了，原始订单总该看过，现在拿出来，正好把这笔账说清楚。就是这份。这个单号半个月前不是已经用过了吗？李成业家那套窗确实是这个编号，我带人去装的，尾款也早就结了。同一个订单号，先装了李成业家，又装了王海家。刘叔，到底哪一单没有进店里的账？我还以为什么事儿，那段时间店里订单多，编号用重了很正常。2个客户用同一个订单号也正常。王海家催得急，合同是临时补的，编号先用了旧的，后来忙起来忘了改。这一单有收款有出货，也进了账。可王海的这单盖了店里的章，窗户也装完了，为什么连记录都没有？不是没有，是还没来得及补。3个月了，还没来得及。小远，店里不是办公室，白天量吃，晚上赶货，有时候几张单子一起做，账晚一点补不是什么大事。王海这套窗总价18600，对，钱收了吗？收了。收了多少？18600，全款。钱在哪儿？什么叫钱在哪儿？客户的钱当然用在店里了，店里的账上没有。王海催得急，我收完钱直接买材料了，没从店里的账户过。18600全买材料了？材料还有工人工钱，哪样不要钱？做一套窗又不是只买几根铝材。买材料的单子呢？时间太久，我得找找。刚才王海来要8万，你连3张票的日期都没看，就敢替店里答应，
现在我问18600花在哪儿，你又要找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把这笔账对上。你刚回来第1天就盯着我查来查去。你爸身体不好那几年，是谁天天守着店？是谁帮他接单、量尺、催货？现在店交给你了，我反倒成了贼。王海家的材料是哪天买的？订单太多，我记不住。从哪家买的？陈勇那边付了多少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钱都花在这单上了。我问的是材料付了多少？12000左右，剩下的是玻璃配件和安装费。这2份订单我晚点重新整理，编号改过来就行。不用改。什么意思？原来怎么记得就先留着，一个编号写错而已。你还准备当成什么大事？是不是大事？等18600对上再说。我下午还有2家要量尺，没时间陪你翻旧账。材料单我回头拿给你。今天下午没有量尺安排，临时客户还要提前写到墙上。客户叫什么？还没定。地址呢？电话里说不清，我到了再联系。那你先去。小周老板，王海家那批料不是单独买的，你记得？记得。王海要的是浅香逼色，那颜色当时不好卖，仓库里压着一批。刘师傅说正好用掉，省得再进货。玻璃呢？也是李成业那单一起订的，2家尺寸差不多，玻璃厂1车送过来，我们分开裁的。也就是说，王海那18600没有拿去买他刚才说的那批材料，具体钱花哪儿我不知道。但那套窗装完之后，刘师傅给了我们1人300块，说是加班费，别的就没见过了。这事儿以前跟我爸说过吗？刘师傅一直管订单和收钱。周老板那几年腰疼的厉害，来了也就是坐一会儿，店里的事儿很少细问。刘老板呢？说好今天结账，人又跑哪儿去了？你找刘强？对，你是周建国的儿子周远，这家店现在我接手。原来是小周老板，我刚才喊习惯了。刘师傅平时订货、签单、结账都是他出面，我们就顺嘴这么叫。他欠你多少钱？一共64800，拖了2个多月。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，最迟什么时候能结？这里面有王海家的材料，有多少钱？铝材、玻璃和五金，一共11760。刘师傅说王海催得急，让我们先送，月底一起结。这笔钱付过吗？1分钱都没付，现在还挂在账上。这批货是送到这里的？对，卸在后院。收货人是谁？刘强，抬头也是老周门窗。前面几单是老周门窗，后面刘师傅让我改了，改成什么？强盛门窗安装队是谁的？不是刘师傅的吗？这几个月刘师傅一直说老周老板准备退下来，以后店里的订单都由他接。他让我把一部分货记在强盛安装队名下，说年底统一结账。这些货都送到了这里？大部分是，还有3批送去了东街老棉厂后面的院子。东街还有一个加工点？有啊。回单上的收货地址是东街旧棉厂3号院。老陈，你跑这里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不是去给临时客户量尺的了吗？刘叔，店是我爸的，材料欠款算店里的，那这个强盛门窗算谁的？一个临时用的名字而已，你别听别人乱说。临时用了几个月，还在东街租了院子，那地方是我帮店里找的仓库，我爸知道吗？王海的钱你收了，材料店里欠着，订单没有入账，货却还有一部分送到了你的加工点。刘叔，这18600到底进了哪家店？这单不是你们店的吗？昨天刘师傅还让我把剩下的材料送到东街，说客户以后只认强盛门窗，不走老周店的账了。送货的事情你懂多少？我让你送到哪里，你照着送就行。谁让你在这里乱说？我只是来对账，送货单上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说。账我晚点跟你对，你先回去。陈老板先别走，这是店里的事儿，你留他干什么？他送了64800的货，钱还没拿到，货送去了哪里他总得说清楚。我已经说了，东街就是店里的临时仓库，这里放不下的材料先堆到那边，有什么问题？店里的仓库为什么不用店里的名字？当时租院子办手续麻烦，我随便起了个名字，方便收货。只是方便收货？对。东街接的订单也都是老周门窗的。刘叔，你刚才说那是店里的仓库？当然是店里的。你爸身体不好，我替他多找个地方加工，难道还错了？里面的材料、设备和客户也都属于这家店。不然呢？这些年没有我在外面跑，你以为店里能撑到今天？那正好过去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那里全是材料，乱得很。你刚回来，先把这边的账弄明白再说。6万多的欠款，一半货送到这里，一半货送到东街，要对账，两边都得点清。我说了，那边的货我心里有数。店是我接的，欠款以后也是我来还，你心里有数。不够，你带路。不用他带，我带你去。
看见了吧？这就是个放货的地方。店里后院太小，东西堆不开，我才租了这里。仓库为什么挂强盛门窗安装队？送货的人好找地方，写老周门窗仓库不是更好找？一个招牌而已，你非要抓着不放。我只是问问。这也是替店里寄的。对，那边地方小排不开，我把一部分订单放到这里做。店里的排期表上，这户客户下周安装，所以我提前在这边加工，有什么不对？没什么不对。店里的订单为什么留你的售后电话？客户一直都是跟我联系，我留自己的号码，出了问题方便找我。店里的电话不能用，前台经常没人接，那合同是谁签？当然还是店里签。店里的客户为什么拿的是强盛门窗的收据？有些客户不方便到店里交钱，我先替店里收，回头再一起交账。王海那18600也是你这样收的？对，钱收了，为什么没进店里的账？我说过了，钱用在材料和人工上了。可王海家的材料款还欠着，1分钱都没结。我跟周远说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刘叔，是我问的账。你今天带着供应商跑到这里，是准备当着外人的面查我？你刚才亲口说这里是老周门窗的仓库，里面的订单和材料也都是店里的。既然是店里的，我看看账不算查外人。别乱动！不是店里的账？是，但里面有客户电话和地址，不能随便翻。我是老板也不能看。这个客户是谁介绍来的？以前店里的老客户。合同在哪儿？客户还没决定最后用哪种材料，合同晚点补。没签合同先收了15000，熟人介绍先交定金很正常。定金进店里的账了吗？店里的排期表上有这户客户，店里却没有合同也没有定金，钱进了强盛门窗，货款却记在老周店头上。我只是先代收，等订单做完自然会跟店里结清。王海那单做完3个月了，结清了吗？那一单你收了18600，材料欠给陈老板，订单没进账。现在这一单又收了15000，材料还是从店里出，你每一单都说以后结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周远，你别忘了，这些客户都是我这些年跑出来的，他们信的是我，不是你这个刚回来1天的老板。终于说清楚了。什么？你不是替我爸管店，你是用我爸的店、我爸的材料和我爸积下来的客户给自己开了一家店。你少给我扣帽子，强盛就是个临时名字，所有订单最后都要回老周店里。好。谁让你拍的？你刚才说这里所有东西都属于老周门窗，我拍自己店里的账有问题吗？从今天开始，老周门窗订的材料只能送回老周店，没有我的签字不准再送到东街。可以，后面谁下单我先跟你确认。不行，有些订单已经排好了，临时改地址会耽误工期。只是换个送货地址，怎么会耽误工期？还是说货一旦不送到这里，你的强盛门窗就没东西可做了？这3捆货都记在老周店的欠款里，一共27000多，做成的窗卖出去，钱进强盛，没付的材料款留给老周店，这些账我月底会一起算。今天才月初，王海的账却拖了3个月。今天我不动这里的东西，也不跟你争客户到底认谁，我只给你1天时间，把强盛门窗成立以来的订单、收款和材料使用情况全部列出来，哪些钱该回老周店，哪些材料该由你自己付，明天下午当面对清。我要是不列呢？那就按我今天看到的这些单子，一笔一笔找客户和供应商核。你可以继续说编号写错，账没来得及补，看看10几笔订单能不能全写错。刘叔，这12万也准备月底再交吗？南源的客户都是我谈下来的，定金暂时放在我这里，等订单做完，材料、人工和利润一起结。收据开的是老周门窗还是强盛门窗？12万进了强盛，材料却记在老周店的欠款里。2个地方本来就是一起做活，没必要分得那么死。东街地方大，老周店接不下的订单放到这里做，最后再一起算。那南苑这12户到底算老周门窗的还是算强盛的？客户是我一个个跑下来的，你非要这样说，那就算强盛的。陈老板，南苑的材料从老周店欠款里划出去，以后全部记到强盛名下。可以，送到东街的货都有记录，分开不难。不能这么分，订单算强盛的，材料也算强盛的，有什么不对？我跟陈老板合作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月底统一结账。你现在突然拆开，账期和价格全乱了。账期可以重新谈，但老周店和强盛既然不是一家，账确实不能再混着。这是我们店里的事儿，你别跟着掺和。陈老板今天只是来兑货款，剩下的我们自己谈。材料一停，这4户后面怎么装？剩下8户的工期怎么办？客户要是闹起来，砸的还不是老周门窗的名声？你刚才说南苑算强盛的订单，客户虽然跟强盛签，可他们也是冲着老周店的口碑来的，两边本来就分不开，收钱的时候分得开，欠材料款的时候就分不开了。这12万现在还剩多少？
做生意的钱都是转着用，哪能一直放着不动？用到哪里了？院子租金、机器维修，还有前面几个订单的人工。也就是说，南院的活还没开始，定金已经补到强盛以前的账里了。等尾款收回来，一样补得上。生意都是这么周转的，你没做过门窗，不懂这里面的难处。王海的钱，你也说拿去周转了。3个月过去，材料款还欠着，出了漏水问题，却盖老周店的章答应赔8万。现在南院也是一样，钱在强盛，材料欠在老周店，真出了问题，客户还得回来找我爸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2个办法：南院转回老周店，12万定金入店里的账，后面的材料安装和售后由老周店负责，或者订单留在强盛，材料欠款、工人工钱和售后都由你承担。客户是我谈的，你现在一句话就想拿走？我没拿，钱和责任放在一起，你自己选。我给周哥打电话，这些年店里怎么运转，他比你清楚。可以。周哥，小远刚回来，很多情况不了解。他把材料停了，还要把南院的订单全部收回去，工期一耽误，客户闹起来，砸的还是咱们店的招牌。小远，店里的账你要弄明白，这没错，但有话慢慢说，别一上来就把人逼到墙角。你刘叔跟了我18年，我腰坏了也是他替我跑工地、守车间、催材料。你小时候来店里，还是他教你用卷尺，这些情分不能因为几张单子就全抹掉。爸，我记住了，我不是要抢刘叔的客户，也不是不认他的功劳。南院12户交了12万。钱进了强盛，已经用了4万9千3的材料，欠款却记在老周店名下。刘叔说这批订单算强盛的，我只是让强盛自己承担材料和售后。老刘，钱用到哪里了？租院子、添机器，还有前面几单的人工。周哥，我承认账记得乱，可我真没想把老周店掏空。我住院那阵儿，店里有2个月工资发不出来，是不是你先垫的？垫过。足脚机坏了，也是我先找人修的。这些钱店里后来还你了吗？店里一直紧。我也没催你替我撑过店，这份情我记着。现在只看这几张收据，我也不能直接说你把钱全装进了自己口袋。可你瞒着我另挂一块牌子，把老周店的客户和强盛的账混在一起，也确实越过线了。周哥，我就是觉得自己替店里忙了这么多年，多接几单也不算什么。等钱周转开，我本来打算一起算清，就是因为一直想着以后再算，才越混越数不清。今天谁也别搬东西，牌子也先不拆。南院已经做好的4户继续放在这里，新材料暂缓1天。明天把强盛的合同、收据，还有你替老周店垫过的钱，全带回店里。该还给你的不能让你吃亏，该回店里的也不能再混着。周哥，你还愿意听我解释？我要是不愿意听，今天就不会来。可你也别只拿这些年的功劳挡着。咱们认识18年，我宁愿听一句难听的实话，也不想以后从别人的单子里才知道你做了什么。刘叔，刚才我的话是直了些，明天对账，不只算你从店里用了多少，也算店里这些年欠你多少，该是你的，我不会少算。好，我把东西带过去。账是账，情分是情分，账对清了，话才能说开。爸，这几笔账，明天也一起算。周哥，我能找到的都在这里了。你住院以后，店里缺钱，工资、修机器，还有几笔返工费，都是我先垫的。这些钱确实是你出的。那时候店里账户上没钱，工人天天问工资，机器坏了又不能停。我从家里拿钱出来的时候，也没想过让你马上还。你帮我撑过那段时间，我一直记着。这些加起来6万8千2。南院的钱虽然在我这里，可我前前后后替店里垫了这么多，也不能只算我拿了多少，不算我出过多少吧。垫过的钱该算，但今天不只看你什么时候付出去，也要看店里后来有没有还过。8万的事儿可以重新算，可我家窗户现在还在漏，你们到底谁管？漏水还没处理，刘师傅之前说等店里赔偿谈好了一起弄，现在钱没谈成，窗户也没人管。前天下雨，主卧窗边又湿了一大片。第1天的3张装修票呢？那几张确实不是这次漏水以后开的。我家以前就准备换地板、做柜子，窗户一漏，我一生气就想着把这些损失都算进去。所以8万不是这次漏水造成的，8万可以不按原来的算，但窗是你们装的，漏水也是真的，你们不能因为我票拿错了就什么都不管。走，先去看窗。你们去看就行，我上次已经检查过了，可能是墙体渗水，不一定是窗的问题。
这单是你联系，你安排安装，也是你收的钱，一起去。这里安装完以后，做过外墙收口吗？我不懂，装完那天刘师傅说都弄好了，让我签字就行。可能是时间长了，胶裂了，重新补一下就行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3个月就裂成这样，不是胶裂了，是当时就没收完。那段时间订单多，工人可能漏了一道，返工补上就行。你验收的时候没看见？我不可能每个窗角都扒开检查，可你当时跟我说全部检查好了，我才把尾款给你，我也没说不修。你一开口就要8万，谁能马上答应？8万不是你先说可以谈的吗？8万赔偿撤掉。那现在的损失呢？窗户重新拆检，外侧收口和排水全部重做，墙面受潮的部分等干透后按实际维修费用结算。真是安装造成的，我们认。跟这次漏水无关的旧装修不能算进来。行，只要把漏水彻底处理好，我不再拿那8万说事。王海交的18600是你收的，这次返工的材料和人工也记在强盛账上。安装用的是老周店的工人，凭什么全算给我？钱进了强盛，出了问题就不能只认工人是老周店的。我当时也是替店里接单，你没有交，那这单的利润和责任就不能分开算。漏水是安装瑕疵，只负责返工维修，不做现金赔付。可以，返工修好就行。老刘，王海这单的8万是虚的，可窗户漏水是真的。我认返工。你要是一开始就把账交回来，把问题修好，也不会闹到今天。阻脚机维修2万3，你先垫的，没错。1个月后，店里收到2笔客户尾款，一共1万5，支出备注写着归还刘强维修垫款。这笔钱我记不清了，签名是你的。那时候钱进进出出，我可能拿了以后又补到别的地方了。 2个月工资3万6，也是你垫的。对，第2个月月底，店里从现金账支出1万8，备注是归还1个月工资。这些钱店里还过你，就算还过一部分，剩下的呢？还有送货、返工，还有这些年我替店里跑的客户，这些怎么算？剩下的当然算，维修费还欠你8000，工资还欠1万8，送货和返工还欠3000，一共2万9。我替店里垫了6万8200，你最后只认2万9？不是我只认2万9，是剩下的钱，店里已经还给你了。可这些年店里没有我，早就撑不下去了。我替周哥跑了多少工地，受了多少气，难道都只值这几张领款单？你要工资分成，或者觉得这些年受了委屈，都可以跟我说。可客户的定金不是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。周哥，我替你守了这么多年店，到头来你们父子拿着基本账算我。正因为你替我守了这么多年，我才愿意把每一笔都算清。你垫过的钱，我一分不赖，你拿走的也不能拿一句功劳就全顶掉。店里欠你的2万9，我认。但王海的钱、南苑的定金，还有强盛用掉的材料，不是你的辛苦费。12户，你只带来了8份合同，剩下4户的合同呢？可能还在东街，我回去找。钱已经收了，材料也定了，合同却找不到。刘叔，这4万又是替哪家店收的？客户先交钱锁价格，合同还没来得及补。钱什么时候收的？10天前。10天时间，合同没补，材料倒先定了。南苑12户用的是同一批型材，一起定价格低，我总不能等每家合同都整理好，再一户一户进料。客户知道收据开的是强盛吗？收据就在他们手里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们知道强盛和老周门窗不是一家吗？本来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。我跟他们讲过，强盛是老周门窗在东街的加工点。东街什么时候成老周店的加工点了？周哥，我当时也是为了让客户放心，要是不提老周门窗，人家未必肯一次交这么多定金。你明知道他们信的是老周店，为什么钱还要收进强盛？客户是我一个个谈下来的。南苑的物业不让乱装，我跑了多少趟，改了多少次尺寸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单子谈成了，
你一句账要分开，就把客户全算成老周店的，那我这些活不是白干了？没人说你白干，两尺谈单，现场协调，该算工钱算工钱，该算提成算提成，但客户交的定金不能直接变成你的钱。说的好听，客户是跟着我来的，要是我现在告诉他们订单只能转给强盛，他们未必会留在老周店。那就让客户自己选。你什么意思？似乎没有合同，正好还没有被任何一家店绑住，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。愿意跟强盛签，后面的材料、安装、售后都由强盛负责。愿意转回老周店，定金进入老周店的账。你这是当着客户的面拆我的台？是你先告诉他们，强盛就是老周门窗的加工点。现在把两家分清，不叫拆台，叫把话说实。老刘，客户确实是你谈来的，这份功劳没人抢。可你既然用了老周店的名字，就得让人家知道钱到底交给了谁，售后到底找谁。周哥，你也觉得他们会选老周店？选谁不该由咱们替客户决定。刘师傅，你当时说东街就是老周门窗的新加工点，我们才把钱交给你。本来就是一起做活，只是现在店里换了人，有些账非要重新分。之前怎么宣传的，是我们内部没有说清楚。今天请你们来，不是让你们再交钱，也不是逼你们换合同，你们可以继续跟强盛签，原来的定金不动，后面的安装和售后由强盛负责，也可以转回老周门窗，已经交的定金由刘叔转进店里的账，材料、工期和售后全部由老周店负责。强盛以后出问题也能找老周店吗？两家分开以后，强盛的订单只能找强盛，那我们肯定选老周门窗。我们交钱就是因为上面写着20年老店，刘师傅手艺好，我们认。可售后不是靠一个师傅就能撑住。南苑这单从量尺到协调，哪一步不是我做的？你们当初也是认我才愿意交钱。刘师傅，我们认你的手艺，也知道你跑了不少趟，可你当时说的是老周门窗接这个活，不是你自己另开一家。原来的价格不变，工期不变，已经加工好的部分继续用，不让你们承担我们内部的问题。那就按老周门窗做。4户客户转回老周店，不代表你前面的活白干。量尺、谈单、协调，一共8600，等订单完成，按正常提成结给你。你还准备给我提成？该是你的，我不会少，但这4万元定金也得转回店里。钱现在拿不出这么多，还剩多少？南苑12万，东街租金和设备用了3万7，前面2个订单补了2万1，工人工钱付了1万4，还剩5万8。8份已经签过合同的客户，加上今天4户，一共交了12万，现在只剩5万8，缺口6万2。只要南苑继续做，收到后面的尾款，缺口就能补回来。尾款是用来付剩下材料和人工的，你拿下一单的钱补上一单，再等下一笔尾款填这一笔。只要有一个客户退款，后面所有订单都会一起断。我也是想把强盛做起来，只要再给我2个月，等订单多了，这些钱都能转开。王海那单你也是这么想的？先拿客户的钱周转，材料先欠着，出了问题再让老周店兜底。这不是差2个月，是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自己留承担责任的钱。老刘，你想自己开店，可以跟我说，你想多拿一份也可以谈，可你不能拿后面客户的钱去填前面客户的窟窿。我承认账转乱了，可南苑不能停，一停工，12户一起要退款，我真的拿不出来。所以南苑由老周店继续做，现有5万8转回店里，店里先接下材料、安装和售后，剩下的6万2呢？扣除店里真正欠你的2万9，还有3万3。东街的设备和剩余材料盘点后，能抵多少抵多少，不够的部分再分期补。那强盛呢？这是你自己的决定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不能再用老周门窗的客户、材料和名义接单。强盛名下的材料欠款没有结清，后面的货暂时不能再发。老周店的账已经单独分开，南苑后续材料只要有你签字，我们可以按原来的账期继续供货。
刘叔，客户今天已经选了，现在该你选，是继续守着一块空牌子，还是把该承担的账接回来？南苑还没做完，现在把58000全部转回店里，强盛就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。这58000本来就是南苑客户交的定金，可东街还有租金，机器也要养，前面2单还有尾款没收，那是强盛自己的账，我把强盛撑住，后面赚到钱一样能把缺口补回来。拿什么撑？供应商不给你账期，客户不愿意把售后交给强盛，南苑的定金也已经被你用掉一半。只要老周店先把南苑后面的材料垫上，我把订单做完，尾款回来以后，所有钱都能补齐。钱进强盛，材料让老周店垫，尾款还要先填强盛以前的账。刘叔，这和王海那单有什么区别？老刘，小远不是不让你做生意，可你现在连自己的旧账都没理清，再拿南苑尾款往前补，后面的材料和售后怎么办？我就是不甘心。我在老周店干了18年。2尺安装跑客户哪样不是我做？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院子、机器和牌子，才几个月就让我全交回去。没人让你把自己的东西全交出来。强盛自己赚的钱，你自己买的设备，核清以后都是你的。但老周店的客户、材料和名声不能算成你自己的。上次装完，你跟我说里面外面都处理好了。要不是这次拆开，我还不知道里面就打了这么几处胶。这单当时赶工，是我安排的太急。那我家漏水，确实跟安装有关系。有关系。8万的票是我掺了以前装修的账，这个我认。可墙面受潮和这次返工，总不能还让我自己出。外侧收口、排水和受潮墙面，按实际费用处理。跟漏水无关的地板、柜子不算在里面。这样我没意见。刘师傅，第一天我去店里要8万，也是你先跟我说店里大概会认。是我当时想把事情先压下去，钱又不是你出，你当然好答应。这次返工的材料和人工我出，王海的钱是我收的，安装也是我安排的，出了问题不能再让老周店替我担。东街现有材料，扣除南苑已经使用的部分，剩余价值2万1。切割机和足角机，你说是自己买的，本来就是我买的。切割机1万6，是你用强盛的钱付的，算你的。足角机2万8，付款账户是老周门窗。这台机器是我去谈的，也是我拉回来的。你去谈的没错，钱是店里出的，也没错。那时候你跟我说旧机器总坏，店里得换一台，我就让你从尾款里付了。后来店里地方小，我才搬到东街用。你搬去用我没意见，可你不能用久了就真当成自己的。强盛现有5万8现金，2万1剩余材料，加上你个人购买的切割机，合计9万5。扣除返工费、供应商欠款和南苑需要转回的定金以后，缺口还有2万4，不是3万3吗？你前期的2尺谈单和协调费用，我给你算了8600。王海返工你亲自做了，人工也按正常工费算。我说过，该是你的不会少。如果足角机留下，能不能再抵一部分？机器本来就是老周店的，不算你还款。剩下2万4，我现在拿不出来，可以分期，每个月还多少，按你的实际情况定。只要账认下来，不需要你一次拿完。老刘，咱们不是要逼你连日子都过不下去，钱可以慢慢还。南苑和王海的事先处理好，别再拿后面客户的钱补前面的缺口。你们还愿意让我分期？是还钱不是罚你，把问题解决比把你逼走重要。南苑12户全部转回老周店，你想清楚了？客户已经选了，供应商也已经选了。我一直以为这些客户是我跑回来的，就该算我的。可没有老周店的名字，他们连定金都不会交。东街剩下的材料先用来做完南苑，足角机也搬回店里。强盛呢？
南院的活儿我会跟着做完，等所有账交接清楚，我有几句话想当面跟你们说。外面的交缝都补完了，你再看看，南面这里还有一点空，再补一下。行。南院项目收官，账目清清楚楚，一切尘埃落定。你前期2尺谈单跑现场的费用，加上这20天的安装工钱，一共13200。先扣在我欠店里的24000里面吧。不能这么扣，这是你干活挣的钱。24000是以前欠下的账，2笔钱分开算，不能再混到一起。以前我总觉得账分得太清，就是没把我当自己人。现在才知道，就是因为一直不分，最后才弄成今天这样。东街的院子退了，足角机和剩下的材料也都搬回来了。24000，我每个月还2000，手里宽裕了就多还一点，1个月1000也可以，不用把日子逼得太紧。就2000，欠着的账一点一点还完，我心里也能踏实些。南院做完了，王海家的问题也解决了。你要愿意留下，以后就只管安装。合同、收钱和采购都让小远管，工钱照正常算。周哥，你越不赶我，我越待不下去。你把店交给我是信我，可我管得久了，真把自己当成半个老板了。王海的钱，南院的钱，我不该碰。强盛的账也不该让老周店替我背。周哥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小远也对不起。剩下的钱我会慢慢还，以后再接活，我只凭自己的手艺挣钱，不再碰不该碰的钱。你做错的事，不能因为一句对不起就当没发生。可你陪我撑过那些年，我也不会忘。想走就出去缓一缓，以后好好做事，别再拿别人的信任当成自己的本钱。我记住了。我准备去外地找个安装的活儿，以后不收钱也不结单，就靠这点手艺挣工资。刘叔，以后真遇到过不去的难处，可以回来找我们，能帮的我会帮，但帮忙归帮忙，账还得说清楚。以后一定说清楚。18年，真走了，心里还是空了一块。等他把日子重新过顺了，也许还会回来看看。前面那8万，我不提了，漏水的地方你们也给我修好了，以后别再出这个问题就行。后面再有问题，按上面的电话联系，我们会去看。店交给你，我这回是真能歇了。您可以歇，偶尔还得过来看看。看看行，账我可不管了。